大家好，现在我给大家解说的这款游戏名为《节奏地牢》。从2013年我就开始密切关注这款游戏，终于它将于2014年7月底以抢先体验的形式登陆 Steam 平台，售价为14.99美元。游戏操作不仅支持键盘和手柄，还支持跳舞毯。如果使用跳舞毯进行游戏，不仅能充分享受它的乐趣，还能当成健身运动。玩着把肥肉瘦下来，是不是迫不及待想把这款游戏推荐给妹子们了？那我们开始。They told me I was too young. 他们说我还年轻 They，told me I needed more training. 他们说我还需要更多锻炼。I told them to drop dead. 我告诉他们去死吧， How ironic. 多么讽刺！ I don't know how I survived that fall. Something strange must have happened. 我不知道我都掉下去了，怎么还能活着？一定发生了些古怪的事。 My pulse is beating like a drum, but my blood is running cold. I'm not sure what's going on, but I came here with a question, and I'm gonna find the answer if it kills me. 我的心脏脉动如鼓，但我的血却在变冷。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可我本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前来的，而且会找到答案，即使这会让我丧命。如大家所见，此游戏尚处于 Alpha 阶段，不过无需担心，它的可玩性已经相当不错。让我们先开始教学关，操作很简单，跟着屏幕下方的节奏条，方向键移动，并自动能够完成其他的相关操作。如果我打算活下去，就必须想起那些艾利叔叔曾经教我们的那些东西。按下键开门。所有敌人都具有可预测的行动模式。他说，一旦掌握这些模式，你就不会老是承受这些伤害。拿起钥匙，打开带锁的箱子，获得一把匕首。如果怪物处在玩家的攻击范围内，按下相应的方向键还能自动目击怪物。那只绿色的家伙纹丝不动，那只蓝色的家伙只会上下移动。因此，如果从侧翼攻击，我们就不会受伤。接着2刀干掉蓝色的史莱姆。一把宽剑，没我以前那把锋利，但用它还是好多了，一次能解决掉3名敌人。获得宽剑，一击干掉3个并排的绿色史莱姆，得到一把铲子，把墙破坏掉，然后继续前进。看来这些骷髅要起跳的时候就会扬起胳膊来，如果我挡了道，就会受伤。最后再一次性干掉3个白色的骷髅。那个陷阱基本上无害，但是艾利叔叔警告我，有些可能会是丧命的。地板上的小箭头是一种陷阱，尽管是陷阱，但有时我们玩家也可以妥善的利用它。陷阱并非对玩家都有害。我们回到大厅，现在进入区域1。大家可能已经发现，这款游戏的每一盘地形、怪物、敌人都会随机生成，因此每一局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。瞧，我刚才杀死了那只怪物，接着我的金币奖励倍数变成了2，这是说，消灭那只怪物以后，再杀死其他怪物获得的金钱奖励会变成2倍。
当我杀死了足够数量的怪物后，我的金币奖励倍数变成了3。之后我再杀死怪物的金钱奖励将变成3倍，达到3倍后不会再增加。不同的怪物有着不同的行为规律，如何逃离各种怪物的威胁，构成了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，也是它的意义所在。大家注意，在没干掉本关 BOSS 时，出口是封闭的，只有干掉 BOSS， 我们才能从出口离开，进入下一关。现在大家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陷阱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的原因。陷阱还能帮我们把讨厌的怪物给消灭掉，挺好用的是吧？被怪物攻击一下，我的金币奖励倍数也会因此消失，这时只能通过杀怪来重新积攒金币奖励倍数。如果尝试破坏那些用铲子无法打破的墙，或者被猴子附身，也会让金币奖励倍数消失。不同的武器威力不同，效果也不一。第4关就是 BOSS 所在了。把这关最重要的 BOSS 消灭之后，就算完成这片区域的挑战。大家看，胜利后还会出现回放动画。区域1完成后，区域2就会解锁，我们继续挑战区域2。明显能看出难度比区域1大很多了吧？当然，如果你掌握了规律之后，就不会觉得很难了。看，这里还有个怪物伪装成了墙。我们得到了一个冰冻魔法。接下来我们利用陷阱门直接跳入下一关，但是如果没有消灭前一关的 BOSS， 就提前进入下一关，就会陷入到这种狭小的空间里，同之前的 BOSS 关卡的 BOSS 以及一群小怪作战。战胜 BOSS 后，封锁的墙壁会自动开启，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如果我们站在原地不动，错过了拍子，也会让金币奖励倍数消失。这只黄色的骷髅法师能够对玩家施法，将我们牵引到他面前。区域2的第4关同样也是 BOSS 关，不同 BOSS 关的音乐节奏也不一样哦。
挑战完成后，区域3会解锁。那我们继续。哈哈，我挂了。当我们完成了所有区域的挑战后，就可以去尝试 Hardcore Mode 硬核模式。到这里才算正式开始体会这款游戏的精髓呢。这里我想特别提一句的就是，正版玩家还能每天享受一局每日挑战模式，全球玩家都会挑战同一张地图。大家一起来比比看，最后谁获得的金币最多，还有排行榜呢。那我们现在试一下硬核模式。硬核模式下，我们将从区域1的第1关开始挑战。战胜区域 BOSS 后，我们会径直进入下一个区域。只有完成了所有区域后才算胜利。哈哈，我又死了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不再继续挑战。接下来，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重放系统。玩家可以在重放的时候手动调节重放速度，既能减速，也可以加速。玩家的每一盘游戏都会保存在本地，随时能调出来重放，因此玩家无需边玩游戏边录视频，需要录制的时候只需要通过重放就能将游戏过程调出来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游戏很重要的组成部分——自定义音乐系统。目前除了 BOSS 战之外的音乐都能够随心所欲的自定义。那我们来试一下。不同节奏的曲子会显著改变游戏的难度哦。你们看，这款游戏支持本地2人联机合作。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每日挑战的排行榜，未来作者还会添加 Steam 好友之间的排行榜，大家还能浏览到排行榜内的更多内容。
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角色选择系统。由于不少角色还处于开发之中，因此目前能使用的角色寥寥无几。让我们先试试 Area， 他全程只能使用匕首，一旦受伤或者跟丢拍子会死掉。于是让我们做死架，死的爽歪歪有木有？接着我们再试试 Brot， 使用它，游戏速度会翻倍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大厅上方有3个房间，大家可以花费游戏中获得的钻石，在那里购买一些游戏中能够使用的道具。这里如果选择 DDR Dance Pad 模式，就能连接跳舞毯进行操作。这款游戏截止到目前开发进度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视频更加了解这款游戏。如果喜欢，可以购买正版支持作者，地址详见视频介绍里给出的官网和 Steam 商城连接。谢谢大家收看。